深美兰州著名的客家村芝芝港，也称弟弟，这里距离吉隆坡市中心大概有1小时半的车程。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芝芝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。现在就由我们马来西亚 Go 来告诉你们芝芝港该怎么玩、怎么吃吧。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，有着优越的地理优势，在这片国土里也蕴藏着丰富的天然资源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充满客家文化情调的小镇森美兰州的芝芝港，也被当地华人称作为马来西亚的萧家村。在120多年前，平地人萧关姐在此开采细矿发家致富，此后也有更多的平地人移民当地。经过100余年的繁衍生息，这里也被称为萧氏聚居地。芝芝港有着随处可见的壁画，每一幅都诉说着一个故事，代代相传。这些壁画生动地呈现出当地的文化与历史。在芝芝港，你也能踏入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古庙，如上帝宫、广福宫，它们见证了时代的变迁，是时间的见证者。它也完美地保留并传承了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。此外，芝芝港也充满人情味，街头的乡亲父老都会热情地与你打招呼，让你感受这个小镇的温暖和友善。当地最悠久的老字号，如今烟火气依旧。墙上的老时钟也都是从第1代开始传下来的，第4代传人依旧将它们保护得很好。哇，这满满一桌美食摆在我眼前，我都忍不住流口水啦。先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招牌咖啡、冬菇鸡脚、狗仔排骨、咖喱鸡、椰浆饭、叉烧云吞面、咖喱拉沙。我现在要开动喽！先吃这个叉烧云吞面，这个面啊煮得刚刚好，整个口感很不错，调味也是咸淡刚刚好。想要吃这个椰浆饭，要配一点鸡蛋，还有椰浆饭的灵魂——三包。这个椰浆饭啊，它的饭粒粒分明的，然后这个三包呢有一点偏甜口，也是比较辣的感觉，但是整个搭配起来，哇，非常的完美。现在要吃咖喱鸡喽。老板说啊，这个咖喱鸡是没有放椰浆的，所以高胆固醇的人或者是老人家都很适合吃这个。整道菜都是很香很香的。现在吃这个狗仔排骨，这道菜应该是跟客家名菜之一那个狗仔鸭是一样的烹饪煮法哦。我觉得也是很好吃。我现在要吃这个冬菇鸡脚，看一下这个虎皮鸡脚，一看就是炸过的，应该是卤得非常入味。这鸡脚啊，卤得非常入味，而且一抿就脱骨了，果然是炸过的，非常好吃。我现在要吃这个咖喱拉沙，咖喱拉沙这个放的是米粉。这个拉沙也是没有放椰浆的，但是也是很香很香，微微的辣。然后这个米粉呢，它吸饱了汤汁，所以你单吃那个米粉也是很香。你看它的上面有配料，有这个倒爆、水煮蛋，还有腐竹、叉烧、豆芽，很丰富的咖喱拉沙，好吃。光绪19年，广福宫建成。广福宫是见识过100年历史演变的古庙，它的外观虽然简陋，但庙里都是采用古老的设计，直到现在都还有古时候的感觉。不忘初心，方有始终。
广福宫建于1893年，到如今已经有131年的历史了。作为当地最古老的寺庙，里面供奉的是客家女神。客家女神啊，就是郭姓人与徐姓人的本性保护神。这其中的故事值得我们去探索。走，跟着我们Malaysia Go一起去了解这座古庙吧。这间庙宇与其他庙宇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寺庙里主供奉神明皆为女性，分别是客家女神法妙仙人、王母娘娘以及祝生娘娘。目前全马仅有2间庙供奉叔婆太法妙仙人，而位于芝芝港的广福宫就是其中之一。据说这里也是最早的托儿所。庙注说，当年芝芝港以种植业或锡矿业为生，父母得早出晚归，所以家里的孩子都被寄放在庙里。听说小孩们也不哭闹，宛如有仙人母照料着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亲近大自然似乎是一种奢侈，但龟田园居给现代人提供了休闲好去处。这里山明水秀，空气也清新，小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伴随着我们平日难以察觉的大自然声音。田园生活宁静如画，没有仓促，没有喧嚣，只有从容与悠闲。园主喜欢鱼，他们便在民宿前开发了鱼塘，养殖鱼群，增添些许生气。龟田园居的规模不大，但能让租客们远离繁忙的生活，享受宁静与美丽，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，尽情欣赏郊外的绿色风景，拥抱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这个地方提供了逃离城市喧嚣的机会，而我们常说，退休以后想要有个世外桃源，但懂得享受生活就是最完美的世外桃源。园区里虽然没有华丽的装修，但木屋的构造与外形让人充满着向往，是对未来养老生活的向往。小木屋舒适简约，也拥有着良好的采光效果，让阳光均匀洒落在房间每个角落，宛如温暖的拥抱。作为当地人最爱去的老字号餐厅，里面有着很多的地道美食供你选择，每一道都是美味，足够满足你的味蕾。当当，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吃午餐和晚餐的地方——文瑞饭店。哇，这满满一桌菜，我准备要开动了。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芒果鸡、印尼虾、狗仔鸭、芋头扣肉、客家木耳炸肉，还有飞丸汤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开动了。先从这个芒果鸡开始，要搭配这个芒果丝，就非常好吃哎。还有这个泰式甜辣酱，搭配这个炸过的鸡，还有芒果，整个搭配起来非常的爽口，一点也不会甜腻哦。而且它的面呀也是炸得酥酥脆脆的，非常好吃。我现在来吃这个印尼虾，老板还很贴心的，这个虾是开过背的，所以剥壳的时候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来一点这个酱汁。吃这道菜的时候，你可以很明显的吃到这个虾是非常的新鲜，很鲜甜，而且口感很有弹性啊！哇，非常的香，而且搭配这个酱汁哦，奶香奶香的，又有一点点微辣，整个搭配起来，哇，太下饭了！这个，现在要来吃这个狗仔鸭，哇，
哇，这个葱花，这个青葱放的一点也不吝啬，一定要搭配来一点。这个狗仔鸭呢，吃起来它的肉质不会像鸡肉那么的嫩，但是吃起来，不会说很干柴，很有嚼劲的一种肉质。然后呢，鲜香味也是很足的，哇，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。现在我要来吃木耳炸肉，来一点木耳。这个肉啊，你可以明显的吃到那个南乳香，很香。然后它的这个木耳啊，吃起来很爽口，不会说是那种很老的木耳，吃起来嫩嫩的，非常好吃。我现在来吃这个芋头扣肉，先吃这个扣肉，可以吃到那个猪的脂肪哦，是非常的很有口感，有点像果冻那样。不会很软烂，但是也是容易嚼。现在吃芋头，芋头也是一碾就化，而且你可以吃到那个香气啊，感觉全部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个芋头里面了，很香。单吃芋头也是非常的下饭，很好吃。我现在要来吃这样飞丸汤，老板说这个是手打的哦，一定是非常有弹性的。看它的肉质很有弹性，这个肉丸吃起来也是很鲜甜，而且因为是手打的关系啊，所以我觉得吃起来整个口感非常的好。老板说是猪肉和鱼肉掺在一起打的，所以你可以吃到鱼的那些鲜味，也可以吃到猪肉的香味，整个融合在一起，我觉得哇是很好的搭配。哇，看到这些冰品，我都整个人感觉很凉爽了。这个是芒果冰，这个是百香果冰，还有黑芝麻冰。先来开动喽！这个芒果冰很香哎，好像在吃冷冻过后的芒果，很香很香。想要吃这个百香果冰，这个百香果冰。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呢，吃完整个人非常的清爽，很解渴。这个想要吃黑芝麻冰哦，这个吃起来非常的浓郁，很像是在吃冰冰凉凉的芝麻糊一样。这个口感跟这两个水果的完全不一样哦。不管你是当地人还是游客 ，Snow World Cafe 的冰品绝对是你在芝芝港避暑解渴的最佳选择。相信大家来旅游都会带一些当地特产当做手信送给亲朋好友吧。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了马发饼家，走，我们去买手信喽。有我最爱的沙琪玛，哪一个？原味花生马仔橙，花生的沙琪玛，哪一个？哇，还有腰豆的耶，腰豆的沙琪玛，一定很好吃。这些都是他们家自己手做的哦。哇，杏仁的，还有黑芝麻的沙琪玛哎，你看。来一个杏仁的，哇，这里还有香蕉干，脆脆的，很好吃。这个，哇，贡糖，这个一定很好吃。哇，它的萨琪玛有黑芝麻的，有豆腐的，很特别，豆腐。哦，鸳鸯饼。是萨琪玛和米橙的组合，来一个。哇，
这个是手工扭绳，我们平常叫它麻花卷。还有好多好多的手工饼哦，哇，琳琅满目，不懂要怎么选呢？哇，这个名字很特别，叫玛瑙，是黑白芝麻的。哦，这个就是米橙哎，当地的特产米橙，来一个。哇，太多选择了，我现在手上满满的，谢谢。哇，好多的特产啊！我现在已经要把它送给我的亲朋好友喽。走。芝芝港是从一个鲜为人知的村落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华人聚居地。在这里有一座令人心安的佛堂，名为慈仁堂，它充满着宁静、祥和和慈悲的氛围。慈仁堂作为已经注册过的社团，信徒们可以入会且享有经济方面的福利，如政府资源及选区拨款，这也是基于大家鼓励及支持。慈仁堂平日里仅供祭拜祈福，过年或者神诞时期也会有庆祝活动，如游行等。庙里供奉的是齐天大圣、太上老君以及黄老仙师。庙内设有福德寺和功德寺，在之前成立过醒狮团和国力组。哇，看到这一桌满满的美食，都是招牌料理嘞！我现在忍不住想要快点开动了。先给大家来介绍这一桌美食吧。这个是椰子菜园鸡、葡式海鲜盘、咖喱鱼头、狗仔鸭、芝芝港炸肉、酱烧黑毛猪排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开动了。先喝一下这个热腾腾的汤。哇，很鲜甜。老板说啊，这个是用椰汁，还有鸡骨啊、药材，还有斑斓叶一起熬制的，所以非常非常的清甜。我现在来吃一下这个菜园鸡，这两个呢都是菜园鸡的配料，这个是姜蓉，可以来试一下，姜蓉搭配菜园鸡，非常的好吃耶。因为这个姜蓉是有调味过的，所以搭配这个鸡呢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这个鸡很嫩很嫩啊。现在要来吃这个葡式海鲜盘，老板说这个酱料啊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哦。吃一下酥冬。很嫩，但是又有嚼劲的感觉，不会说很难咬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很容易就吞下了。我现在来吃这个咖喱鱼头，鱼头啊最嫩的地方就是这个脸颊这边的肉，最嫩了。老板说啊，这道菜以前是用椰浆煮的，后来啊，老板为了让一些老人家可以吃到，或者是一些高胆固醇的患者可以吃到这道菜，老板就把这道菜换成了生奶哦。现在我要来吃狗仔鸭喽。老板说啊，狗仔鸭的来源就是以前客家人他们为了采矿，身体时常要泡在水里面很久，所以呢容易体寒，他们就会吃一些狗肉啊来补充身体。但是现在的人呢已经不吃狗肉了，所以现在就变成了用鸭肉来代替喽，然后就会加一些老姜啊，还有一些香料来烹饪，变成了现在的狗仔鸭。我现在要来吃这个芝芝港炸肉喽。果然是客家的名菜，名不虚传，非常的好吃。现在我来吃这个酱烧黑毛猪排。黑毛猪排，这个酱烧味非常的香，而且很入味。那个酱的味道是有一点
甜甜的，微微的咸，但是哇，整个很香，它的香气是非常的入味进去它的肉了。无论你们是在哪用餐，和谁相聚，愿你们的晚餐时光都充满温馨。一场简简单单的旅程，可以体验到乡村生活的乐趣，感受当地的乡土风情，还有旅途中最重要的是，在沿途中所有的美景和遇到的人事物。